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镰仓坐落着许多古老寺院，在关东旅游的时候，如果突然想念京都的复古怀旧气氛，我就会去古都镰仓走走。而北镰仓这一带，更是富饶禅意寺院的集中区域，四季各异的景致，静谧安详的氛围，匠心独具的古迹。走着走着，幽静而风雅的空气，让人仿佛回到800年前镰仓幕府的清幽时光。用1天的时间，跟我一起参观秋末的北镰仓。这里有古迹寺院静治寺、明月院、建长寺，当然还有镰仓的标志高德院大佛。在枫红的陪伴下，感受古都的禅意风情吧。距离镰仓车站走路5分钟，有一间特色建筑改造的星巴克。漫画家横山隆一的故居，带有现代极简的装潢风格，现在被改为星巴克 Reserve 概念店。这家店有着浓浓的艺术品味，角落是藏不住的文青感。咖啡、文学和艺术早就交融在一起了，所以喝咖啡、冲泡咖啡一直有一种文青、一种激发创造力的形象。这栋建筑主人的身份，加上咖啡的形象，就成为一种文化，一种态度。室内的设计还看得出老建筑的智慧，巧妙引入室外光源，所以并没有古物的昏暗感。新旧风格的完美融合，就像镰仓这座城市一样，散发独特的文化气息。这里是日本唯一一间附有游泳池的星巴克，也是这家店最大的特点。虽然保留住宅当时的庭园和游泳池，但只能观赏，不能真的下水游泳。星巴克一直积极营造咖啡空间的意义。来这里吃一顿早餐，不只填饱了肚子，还能丰富精神与品味。从北镰仓车站步行10分钟，就会到静治寺。穿过安静的住宅区，
看到爬满青苔、颇有历史感的台阶。这里是拥有超过700年历史的古迹。山门上有圆觉寺创始人吴越曹源亲笔书写的匾额。走上台阶，这里是象征心灵平静的一段路。周围茂盛的植物，过滤了外在的噪音以及内心的杂念。中国风格的钟楼门，楼上挂有1649年的世钟，花头窗透露出满满的禅意。净智寺建于1281年，是镰仓五山之一。净智寺是为了悼念镰仓幕府第5代摄政北条时赖的三子北条忠政而建的，是镰仓时代的宗教中心。本堂供奉室町时代的木造三佛像，3尊佛像分别象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也是神奈川县的重要文化财。绕着庭园的小径走一圈，会回到有棵抢眼枫红的书院。作为净土中的重要寺院，这里可以感受到深厚的宗教氛围。寺院被多彩的秋叶包围，却只有踩着落叶的脚步声相伴。通往明月院的小路，两旁有些餐厅或美术馆。走在这里，让人忍不住幻想，是不是都要有精灵血统，才能住在这种梦幻的地方呢？明月院又叫做紫阳花寺。6月紫阳花开的时候，室内会呈现一片十分梦幻的蓝色花海。不过秋天过来明月院，褪去蓝色，取而代之的一片金黄橙红，是另一种美景。入口前有一对石雕龟兔赛跑，为接下来的参观开启了童趣。走上木质台阶，会看到矮树丛夹道的石阶。这里是夏天的紫阳花海。
本堂前有个白沙枯山水庭园，明月院是临济宗建长寺派的寺院，建于1159年，供奉圣观音菩萨。最吸引人的是本堂里的这扇悟道之窗，原型是为了表现顿悟、真理和宇宙。透过圆窗可以看到后庭园的美丽景致。之前夏天来过这里，只能站在本堂外眺望窗户，有种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距离美感。没想到秋天竟然开放可以进来庭园参观，变成窗框风景的一部分。这里人潮比较少，加上富有灵性的环境，很适合散散步沉淀心情。庭园散立几尊地藏雕像，为古籍增添一些安定的力量。回头看看悟道之窗，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。同一个景致，换一个角度，好像更能体会人生的意义。从明月院走路约10分钟，会到建长寺。这里是临济宗建长寺派的总本山，由第5代镰仓幕府北条时赖下令建造，有7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进入总门，马上就能看见国家重要文化财的山门。山门象征3重解脱，还有因为报恩的狐狸建造的传说，而有离之山门的别称。这是关东第一铸造师打造的大梵钟。穿过神奈川百名树的博真之庭，就会看到供奉地藏菩萨的主殿。后方的法堂是1814年重建的重要文化财，天花板还有幅云龙。堂门身后是方丈本堂，曾经是坐禅的地方，现在仍然有信众会在这里打坐禅修。德月楼取名的由来是充分欣赏月亮的景色，是个仿照中国园林的日式景观。
其实这是我第3次来建长寺，之前我一直以为参观到这边就结束了。这次认真研究了路线，我才发现还有一半没参观过。沿着后面的小路往山上走，这里开始人潮会剧减。虽然沿途有枫红和竹林的美景，但半身坊参道其实是条考验体力和意志力的小路。看到天狗雕像，就到了境内的高点半身坊。旁边还有个可以看见富士山的小平台。之前一直是在海边欣赏湘南海岸，没想到在深山中看海，同样也会让心情变好。下山的时候，经过刚刚那片竹林，里面还有一个叫做虫种的昆虫石雕。建长寺游客不多，加上保存良好的古迹及庭园，还有爬到高处的绝佳视野，丰富的感受，绝对是北镰仓最有特色的存在。从江之店长谷站步行10分钟，就会到高德院。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欣赏日本第2大的佛像。这里不像奈良的东大寺，有个遮风避雨的大殿。镰仓大佛建于1252年，阿弥陀如来青铜坐像是国宝。大佛殿因台风和大海啸而倒塌，到室町时代末期就变成如今的露天大佛。大佛的结构很巧妙，游客可以进入大佛的内部参观。一旁还有一双根据大佛比例为它量身编织的草鞋。大佛不仅仅是一尊雕像，更是日本佛教文化的重要象征，世世代代安抚着人心。我很少在影片中分享住宿的内容，但在镰仓，我住了一家从位置、设施到服务都满分的饭店，所以想正经的分享给大家。从镰仓车站走路2分钟，就会抵达大都会饭店。这家饭店是 JR 东日本集团旗下的3星级饭店，但实际住宿不输4星级的体验。1楼是无印良品，早餐就在无印良品的餐厅用餐，但因为时间配合不上，所以我就没有在这边吃早餐了。
1楼有个中庭花园。Check-in 柜台在2楼，这里的休息区是极简温馨风，一进来就感觉像是回家一样的放松，还可以自取咖啡。我订的是最入门的房型，但是里面应有尽有。空间还算大，打开2个大行李箱都没问题。双人床很舒服，好久没有用大字型的睡姿一觉到天亮了。厕所除了很干净，里面竟然还有很多可以好好宠爱自己的备品。晚上不泡个澡，好像都对不起这家饭店的贴心。还可以坐在落地窗边，好好享用白天买的和果子点心。在非旺季期间，一碗台币2800元左右，以性价比的角度也算不错。这里没有业配，而是真实的体验感受。希望大家来镰仓，也能像我一样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。在北镰仓走一圈，不但远离了商店街的热闹与繁荣，还能感受镰仓时代独有的复古与静谧。被古色古香的禅意氛围环绕，是这里的最佳写照。在关东，如果想要暂离飞速的都市节奏，到北镰仓散散步，一定能找回最单纯的自己。如果你也喜欢在单纯的环境中沉浸思路，找寻自己的初心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起回归宁静，感受心灵渴望的简单生活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